你有没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瞬间，突然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发现，人越到中年，心事就越重，睡眠也就越来越浅了？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成家立业的艰辛。年轻时，为了缴清房贷，为了孩子，我们把眼泪和委屈都往肚子里吞。可是到了最后，看着空荡荡的客厅，面对伴侣偶尔的冷言冷语，孩子不听劝的执拗，你往往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们每天都在内耗与担忧中度过，想要放下一切，却又怎么都放不下。其实你不需要这么辛苦，给自己喝杯茶的时间，看完今天的内容，我将用一个震撼人心的古老禅宗故事，带你看清执念到底是如何折磨我们的。看完后，你将会获得一套极简的内心关照法则，让你即使面对狂风暴雨的现实生活，也能保持一面湖水般的平静，活出真正的自由与释怀。你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着家族群组里传来的早安莲花图，心里却操心着伴侣的慢性病检查报告。你担忧着孩子在外面做顺不顺利，什么时候才要成家？你每次去银行刷存折，看着上面的数字，都要小心翼翼地计算着，这些老本够不够应付未来可能的医疗开销？更让人喘不过气的是，你发现自己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夹击之中。偶尔回一趟老家，看着父母步履蹒跚的背影，你心里一阵酸楚，却不敢多流露一分脆弱，因为你是他们最后的依靠。转过头，看着刚出社会的子女领着微薄的薪水，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苦苦挣扎，你又恨不得把自己的老本全掏出来替他们铺路。你就像一头被蒙住眼睛，在磨坊里推着磨的驴子，日复一日的打转。你不敢生病，不敢停下，甚至连偶尔想要喘口气，都会被强烈的罪恶感淹没。我们害怕失去，害怕岁月的流逝，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个生病离开，我们心底的恐慌越来越深。我们更害怕手里紧紧抓着的这一切，这个家，这点钱，这份面子会突然烟消云散。在亲戚朋友面前，我们还要装作过得很好，暗自比较谁家的孩子赚得多，谁家的媳妇比较孝顺。这种无休止的内耗、攀比与担忧，让我们这代人的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重压。我们总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这就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活得这么累？如果我告诉你，所谓的投胎，根本不是什么老天的安排，而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为你量身打造好的陷阱呢？你以为呱呱坠地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新开始，但事实上，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极力阻止我们再来这个世界。他当年留下了一句非常著名，却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的话：爱不重，不生娑婆。什么是娑婆？在佛学里，娑婆的意思就是堪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充满了缺憾，需要你不断去忍耐的世界。你要忍耐身体的衰老，忍耐感情的背叛，忍耐求而不得的痛苦。当你真正听懂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佛陀早就看穿了，你此刻承受的所有烦恼，根本不是因为你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老天爷不公平，而是源自于你的心识对这个物质世界产生了一丝无法放手的贪恋。以前我们总觉得这是一种宗教上的哲学比喻，但事实上，历代开悟的高僧大德用他们毕生的实证，向全人类揭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那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看似坚固的客观世界，
其实根本不是独立存在的。华严经里有一句极其震撼的话：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佛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是一场无名的大梦，只有当你的心念一动，只有当你的执着参与其中，这个世界的种种幻象才会瞬间在你眼前显现出来。这也就是《金刚经》里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既然这个世界是虚妄的，那么所谓的投胎，其实就是你的心识被自己的执念强行牵引，跌入了一场巨大的轮回幻境里。你以为你在选择新生，其实你只是在无尽的业力网中，被自己的贪嗔痴按下了确认键。我们到底是如何掉进这个牢笼里的？我们的灵魂又是如何被困进这具沉重的肉体里的？这就必须回到佛法中，那个最核心的秘密：万法唯识，心生则种种法生。当你听懂了我们的心念是如何造就轮回的，你就会彻底明白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你将会找到一把钥匙，解开你当下生活中所有的痛苦与纠结。在佛学的概念里，当我们这具肉身停止运转，机器老化报废，呼吸停止之后，我们的神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灵魂，并不会立刻消失，它会进入一个为期大约49天的中间过渡状态。佛学里把这个状态称之为中阴身。中阴身其实就是一团纯粹的心识。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你没有任何执着，你本该契入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也就是佛法说的空性。在空性的状态下，你没有了沉重的肉体束缚，你不再有膝盖退化性关节炎的折磨，不再有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眩，也不再有半夜频尿、喘不过气的沉重感。你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你可以瞬间穿墙透壁，瞬间到达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你处于一种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绝对自由的清净境界。在这49天里，你的神识会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景象。你会回到你生前居住的房子，你会看到你的伴侣在为你流泪，你会看到你的孩子们聚集在客厅里。可是当你想伸手去抱抱他们，或者想开口安慰他们的时候，你却发现自己根本触碰不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人能听见你的声音，甚至你可能会痛苦地看着那些你生前最疼爱的亲人，为了你留下来的那点遗产，那栋老房子，在灵堂前吵得不可开交，你急得大喊大叫，但一切都是徒劳的。这本该是一个让你彻底看破红尘，明白万法皆空的最好时机啊！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保持这种清净自由的状态，反而又一次被塞进了一个狭小黑暗的肉胎里，重新开始经历那些身心的折磨呢？答案非常的残酷，就在于你起心动念了。中阴身虽然脱离了肉体，但它依然携带着我们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记忆、习惯，还有最致命的欲望。这些东西在佛学里就被称为业力。当你处于中阴身的状态时，随着夜风的吹拂，你的面前会像放电影一样展现出无数种因缘幻化的画面。这些画面里，可能有你曾经贪恋的一顿丰盛大餐，可能有你生前紧紧锁在保险箱里的黄金存折，可能有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割舍，还在为他担忧的孙子，也可能是那个曾经骗了你的钱，让你咬牙切齿的仇人。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悲剧发生了。当你的心识看到了某个让你心动的画面，当你的心里产生了一丝强烈的贪爱，或者是一丝深深的恐惧与愤怒时，你的心就升起了无明，你不再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了，你的心动了。
就在你产生执念的那一瞬间，一念无明升起，原本清净的真如本性，瞬间结成了虚妄的业相。楞严经里有一段非常深刻的描述，叫做想爱同结，不能开离。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妄想和贪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极其强大的束缚力，让你和物质世界死死地纠缠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这并不是阴曹地府的阎罗王拿着生死簿强行判决你去投胎，而是你的心识在执着于感官诱惑的瞬间，你的业力瞬间将你牵引，化作了母胎里的胚胎。你以为你是在寻找一个温暖的归宿，其实你只是掉进了一个由你自己的业力所编织的轮回陷阱。为了让你真正听懂这个一念无明是如何将我们困住的，我想给你讲一个禅宗里非常著名也极其震撼的古老公案。这个故事将会彻底击碎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幻想。在很久以前，有一位修为极高、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名叫金碧峰禅师。这位禅师的功夫深不可测，他10几岁就看破了世间的名利，剃度出家。几十年来，他都在深山老林里过着极度刻苦的修行生活。冬天大雪封山，他只穿着单薄的破袈裟在悬崖边打坐。平时肚子饿了，就吃点山里的野果，喝点泉水。那些世人争破头的金银财宝、高官厚禄，在他眼里连地上的泥土都不如。他对这个物质世界可以说是做到了真正的毫无贪念。有一天，他的世俗寿命终于到了尽头，阴曹地府的阎罗王翻开了生死簿，就派了2个面目狰狞的黑白无常，手里拿着冰冷沉重的铁链，来到阳间抓他。可是当这2个小鬼气势汹汹地来到禅师修行的茅棚时，却彻底傻眼了。他们翻遍了整个屋子，找遍了床底、房梁，甚至动用法力找遍了整座大山，都找不到金碧峰禅师的踪影。为什么呢？因为金碧峰禅师早就凭借着极高的修行，预料到自己大限将至，他提前进入了一种甚深的禅定之中。此刻的禅师已经完全放下了对自我这具肉身的执着，他关闭了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感官攀缘。他的身体虽然还静静地盘腿坐在茅草垫上，但他的心识已经契入了不生不灭的清净空性。它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实体，它与整个宇宙的虚空融为了一体。小鬼那冰冷的铁链只能锁住有形有相的肉身，根本锁不住这无形无相的清净法身。2个小鬼急得团团转，满头大汗。如果空手回去，交不了差，可是要受阎王严厉惩罚的啊！于是他们赶紧找来了掌管这片土地的土地公，焦急地询问禅师的下落。土地公摸了摸白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说：“2位差大哥，你们别白费力气了。这位禅师修行太高深了，他什么都放下了。世间的美女他不要，金银财宝他不要，连生死他都不在乎。他已经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你们这样是绝对抓不到他的。”黑白无常一听，急得直跺脚。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人非圣贤，总得有点喜好啊。土地公沉思了很久，突然眼睛一亮，压低声音说：“不过，我观察了他几十年，他唯独还有一个极其微小却又致命的弱点。原来在多年前，当朝的皇帝听闻了金碧峰禅师的威名，亲自上山拜访，并御赐给他一个极其精美、价值连城的紫金钵。这个钵是用纯金和紫铜打造，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莲花图案，在月光下会闪烁着温润的光芒。禅师虽然看淡了一切，
但因为这个钵是皇帝赐予的法器，他又每天用它来化缘吃饭，久而久之，心里竟然对这个紫金钵产生了一丝极其细微的喜爱。他每天傍晚打坐前，都要亲自拿干净的布，把这个钵擦得晶亮，小心翼翼地放在供桌上，生怕磕了碰了。土地公对小鬼说：“你们只要想办法去动一动那个紫金钵，弄出一点声响，他的心一乱，一定会现身的。”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2只灰色的老鼠，悄悄地顺着桌腿爬到了供桌上。2只老鼠对着那个晶莹剔透的紫金钵，张开尖锐的牙齿，用力地咬了下去。安静的茅棚里立刻传出了咔吱咔吱极度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让人无比惋惜的一幕发生了。处于甚深禅定中，本已与虚空融为一体的金碧峰禅师突然听到了紫金钵被老鼠啃咬的声音，他的心底猛地揪了一下，一个念头瞬间闪过他的脑海：哎呀，那可是皇帝赐给我的宝贝法器，怎么能让老鼠给咬坏了呢？就在他心里产生心痛，产生焦急，产生这丝强烈贪恋的瞬间，一念无明轰然升起。禅师的心识因为这一个微小的妄念，瞬间从清净的空性中跌落了下来。他那原本无形无相的法身，因为这一念执着，瞬间化成了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沉重的肉身。就在他猛然睁开眼睛，心疼地伸出手，想要去赶走桌上老鼠的那一瞬间，黑白无常现出原形，手里冰冷的铁链哗啦一声巨响，死死地套在了金碧峰禅师的脖子上。小鬼冷笑着，用力一扯铁链：“大和尚，你终于出来了，跟我们走吧。”直到这一刻，脖子上传来铁链冰冷的触感，金碧峰禅师才恍然大悟，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看着脖子上的铁链，又看着桌子上完好无损的紫金钵，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懊悔。他苦修了一辈子，吃尽了千辛万苦，放下了整个世界，却唯独没有放下这只碗。就是这一丝微弱的贪爱，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清净，重新掉进了生死的牢笼。好在禅师毕竟是几十年的得道高人，他的觉悟极快。他平静下来，向小鬼恳求：“2位差使，请再给我1炷香的时间，让我处理一下最后的俗事，我马上就跟你们走。”小鬼看铁链已经锁住了他的肉身，他插翅也难飞，就冷笑着答应了。禅师站起身，走到供桌前，拿起那个让他险些丧命，让他几十年修行毁于一旦的紫金钵。他看着钵上精美的花纹，没有丝毫犹豫，双手高高举起，用力地把它往坚硬的青石地板上一摔，只听见当哐啷一声巨大的脆响，那个华丽无比的紫金钵瞬间被摔得粉碎，金属碎片四处飞溅。伴随着紫金钵的破碎，禅师心里的最后一点执念也彻底烟消云散了。他微微一笑，重新回到草垫上盘腿坐下，瞬间万缘放下，他再次进入了那个无我无相的清净境界。这一次，无论小鬼怎么拉扯铁链，怎么疯狂地寻找，都再也找不到他的一丝痕迹了。空气中只回荡着禅师留下的一首千古语语：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各位朋友，这个紫金钵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但你仔细想想，这个紫金钵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苦苦执着的缩影啊。我们虽然没有皇帝御赐的金碗，但我们心里是不是都装着无数个砸不碎的紫金钵？街坊邻居那个每天早起去捡纸箱、囤积杂物，连几块钱都要斤斤计较的阿婆，她
他的紫金波就是对物资极度的匮乏感。那个每天死盯着手机看盘，软体存折数字少了一点就整天愁眉苦脸的阿伯，他的紫金波就是对金钱的恐惧。还有我们身边那些总是用“我是为你好”来情绪勒索儿女，非要逼着孩子考医科、进大公司，甚至干涉孩子婚姻的父母，他们的紫金波就是对下一代那种令人窒息的控制欲。其实最可怕的紫金波往往披着爱与责任的华丽外衣。我们常常用我是为了这个家，我放不下我的孩子来合理化自己的贪恋。你以为那是最伟大的牺牲，但在业力的法则里，只要是强烈的执取，就是一条粗壮的铁链。当你把全身心的喜怒哀乐都绑在一个变幻无常的人或物身上时，你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了出去。佛法并不是冷酷无情的要我们抛弃亲情，而是要我们看清真正的爱是带着觉知的陪伴，而不是带着恐惧的捆绑。当我们用执着去爱人时，不仅自己痛苦，也会让被爱的人感到窒息。只要你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紫金波，只要你还会为他心动，为他恐惧，为他夜不能寐，你就会在生命终结的那一刻，在夜风吹拂的时候，被这股强大的业力牵引，再次掉入受苦的肉身之中。当我们彻底看清了轮回的运作机制，我们就会明白佛陀当初为什么那么苦口婆心地极力劝导我们放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解开很多人心里的一个大疙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聚在一起抱怨，为什么我辛辛苦苦付出一切，却遇到这样一个自私让我伤透了心的伴侣？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很孝顺，我的孩子却总是在外面惹是生非，像是几辈子欠了他，专门来讨债的？我们总觉得老天爷不公平，觉得自己的命运充满了坎坷，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但是如果我们用佛法的业感缘起来解释，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而且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你承担。所谓的业力，并不是一本记录你这辈子犯了多少错，要在地狱受多少苦的账本，它其实就是你心识的种子。你的心里装满了什么，你感召来的因缘就是什么。中阴身在寻找投胎对象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被与自己业力相近的父母产生极其强烈的共业牵引。如果你这辈子总是充满抱怨、愤怒，看什么都不顺眼，每天跟邻居吵架，跟伴侣冷战，你种下的就是低沉、暴躁、黑暗的业因。当你处于中阴身状态时，你自然会被那些同样充满争吵、暴躁和愤怒的环境所吸引。你一看到那个充满戾气的家庭，你反而会觉得好熟悉，然后一头栽进去。这就好比磁铁一样，同性相吸。如果你这辈子总是缺乏安全感，总是想要紧紧抓住金钱和感情不放，总是疑神疑鬼，你的心识里就种满了匮乏和恐惧的种子。那么在下一段姻缘中，你十之八九又会降生到一个让你继续体验贫穷、匮乏和恐惧的环境里。不是别人惩罚了你，也不是阎罗王判错了案，而是你的共业自动牵引你来到了那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家族的创伤总是会代代相传。爷爷爱喝酒打人，爸爸也爱喝酒打人，孙子长大后竟然也一样。因为有着相同共业的灵魂，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一起，继续在同一个屋檐下上演同样的悲喜剧。佛陀教导我们要无我，要放下执着，要看破红尘。以前我们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太反人性了，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做到的。我们在菜市场买菜都要算计几块钱，
怎么可能没有欲望？怎么可能不执着于自己的家庭，不担心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不好？但现在我们明白了，佛陀其实是在教我们一项极为深邃、能保命的生命智慧。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觉而不迷，因为只要你还在随波逐流，只要你还在对这个世界产生强烈的贪、嗔、痴，你就会不断地造下业因，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困在轮回的牢笼里，承受生老病死的折磨。佛陀所说的涅槃，其实就是一种彻底斩断烦恼，不再受业力牵引的清净境界。在那个状态里，你不再被任何物质、任何家庭关系所局限，你恢复了本自具足的清净心。只要你不执着，你就不会再受轮回之苦。这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场最积极的生命觉醒。你现在所感受到的每一份痛苦，不管是身体的病痛，还是心里的委屈，本质上都是你的心识对世间幻象太过执着所导致的。你把这个如梦幻泡影的世界当真了，你入戏太深了，所以你才被这些虚妄之相死死地困住。那么，作为还在红尘中摸爬滚打的我们，作为每天还要面对柴米油盐、面对人情世故的我们，该如何运用这个真相来解救当下的生活呢？我们不需要立刻抛家弃子去深山里修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开始练习内观照见。佛学里把这种练习叫做离相，用白话来说，就是看着一切发生，但不去攀缘，不去执着。让我给你4个今天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第一个情境，面对伴侣言语攻击时的离相练习。当你辛辛苦苦去市场买了菜，在厨房流着汗做了一桌子饭菜，你的伴侣吃了一口却挑3拣4，嫌太咸或太淡，甚至说了很难听的话。过去你会立刻感到委屈、愤怒，心想，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的心瞬间被这股无名怒火牵着走，种下了恶念。现在，请你尝试内观照见。当那句难听的话传进耳朵时，你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只是因缘和合产生的声音罢了。你可以听到声音，但不要去随它起舞。你就像一个看着小孩子在地上耍赖胡闹的成年人，静静地看着他发脾气，但你的内心如不动。你会奇迹般地发现，因为你的不攀缘，没有把对方的恶语当真，这场本该爆发的家庭大战瞬间就消散在空气中了。第二个情境，面对疾病恐惧时的观心练习。当你拿到一份指标异常的体检报告，医生告诉你需要做进一步的切片检查时，那种对未知的恐惧会瞬间吞噬你，你会整夜睡不着，想象各种可怕的后果。这种强烈的恐惧就是一种最深的执着。这个时候，请你深呼吸，看着报告单，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只是这具4大假合的肉身出现了沉住坏空的自然老化现象而已。那个真正的你，那个清净的本心，是永远不会生病、不会衰老的。当你不再死死抓住这具肉身不放，你就切断了恐惧的根源。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放下对身体的执着，内在的清净心反而能让身心获得不可思议的安宁。第3个情境，面对孩子人生的随缘练习。我们总希望孩子按照我们的规划生活，找稳定的工作，早点结婚生子。只要他们偏离了，我们就焦虑不安。这其实也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控制欲与执着。我们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生命的附属品，不要再因为孩子的一句抱怨而深深自责，也不要被他们的情绪勒索。随缘练习要求我们把孩子看作是一个
有着自己独立业力与福报的灵魂。当看着孩子走弯路，经历挫折，甚至选择了你不认同的生活方式时，请学会收回你那充满焦虑的目光，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相信他们有自己的因缘要去圆满。当你放下了控制，放下对他们人生的过度承揽，你不仅解放了孩子，更彻底解放了被操心折磨了大半辈子的你自己。第4个情境，面对财富缩水与物质焦虑时的离相练习。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金钱往往等同于安全感。当物价飞涨，当你看着退休金账户里的数字因为大环境波动而缩水时，那种焦虑感是如影随形的，你会忍不住在心里盘算，甚至连买件好点衣服犒赏自己都要犹豫半天。这个时候，请你试着内观照见，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在心里告诉自己，钱财乃五家共有，聚散皆是因缘。所谓五家，是指水灾、火灾、盗贼、恶政以及不肖子孙。钱财本来就是在这个世间流转的工具，它从来就不真正属于任何人。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当你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些随时会变动的数字上时，你注定会活在恐惧中。学着把金钱当成一种因缘的显化，有则感恩，并善用它来安顿生活，无则随缘。当你不再被数字绑架，你的心量才会真正打开。那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富足感，是再多金钱也买不到的。这一切的练习起初都会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去抓取，习惯了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寻找虚假的安全感。但只要你开始尝试，哪怕每天只有1分钟，你不加评判地去关照生活，你的心境就会发生微妙的改变。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事，突然没那么重要了。那些曾经让你恨之入骨的人，突然觉得他们也不过是被业力牵引的可怜人。你开始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找回了久违的轻松和清凉。我们这辈子的修行，真正的目的是要学会随时随地收摄我们的心念。当你把散落在金钱、感情、儿女、名利上的执着，一点一点收回到内在，你的心就会变成一面平静的湖水，无论外界狂风暴雨，都无法激起一丝波澜。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如如不动。看看我们身边越来越少的同伴，我们是时候该醒一醒了。不要再为了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去拼命，不要再为了那些留不住的感情去伤神。每一次的愤怒，每一次的嫉妒，每一次的恐惧，都是在给你的轮回陷阱加固锁链，而每一次的宽容，每一次的放下，每一次平静的微笑，都是在为你未来的觉醒累积资粮。如果你今天听完我的分享，觉得心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那些压在心头几十年的执念似乎松动了一些，如果你也想在这个被各种烦恼绑架的世界里找回那个最清净、最自由的自己，我邀请你在留言区里轻轻地留下一句我愿意放下。这4个字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你向这个浩瀚的宇宙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你在宣告，从今天开始，你不再做那个被无明业力推着走的凡夫，你要拿回生命的主动权。你要学会用般若的智慧去照亮那些黑暗的角落。你要在这个纷扰的红尘中时刻保持那份清醒的不执着。也许是对某个总惹你生气的家人的过度关注，也许是对岁月流逝的无法释怀，也许是对一笔失去的财富的耿耿于怀。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是把这些沉重的烦恼包袱通通从你的生命中卸载，然后在这个当下毫不犹豫地按下那个停止执着的按钮。觉醒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反复，
我们会遗忘，我们会在某个脆弱的时刻再次被旧有的习气接管，再次陷入痛苦的执着之中。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一起探讨生命真相的温暖角落，让我们互相陪伴，一起练习，慢慢的、稳稳的褪去那些沉重的烦恼外壳，找回那个本自具足，永远不会被困住的清净佛性。下次当你再遇到让你心痛、让你愤怒、让你恐惧的事情时，请你一定要记得深呼吸，退后一步，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绝不会再被这幻境骗着，升起那一念无明的执着。愿你在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里，不管面对怎样的无常，不管身体经历怎样的变化，都能保持那份不生不灭的从容。愿你早日看透这世间的幻象，活出你生命中最深邃的通透和自由。如果今天的分享为你的内心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力量，邀请你轻点订阅与追踪，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些正在受苦、需要陪伴的亲友。你的每一个善意流动，都能让这份觉醒的智慧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我们在这个频道一起修行，一起找回清净的本心。我们下期再见。